10000火点。我现在可是一点火点都没有，不知道这火点要如何才能够获取，待会儿得问。剑无双，你在看向那特殊宝物类？怎么了？哈哈，没什么，我只是看到了几样不错的小玩意儿，而且果然跟我所料的那般，这最低等的至宝库根本无法将这些宝物的价值真正判断出来，甚至用途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兑换的价格都很低。哦？什么？怎么了？剑无双，我看到了一样好东西。好东西？煞珠。煞珠价值100火点。这煞珠是宝贝？当然是宝贝，只是这低等至宝库根本判断不出它的价值罢了。而且这煞珠对你用处也不小的。我用得着？那就赶紧兑换。别急，这煞珠颇为奇特，这清火界应当没人知道怎么用它，不然这么好的宝贝也不至于一直待在这兑换处内了。你先出去问清楚如何得到火点，然后等过段时间自己一个人再来这里兑换。好。剑无双，如何了？可曾有看中的宝物？看中的宝物倒是有，可是我没有火点啊。玉鼎天尊，这火点是如何得到的？火点是以物换物，你可以将自己得到的宝物拿去找这火点兑换处的器灵鉴定，他会判断出这宝物的价值来，然后以这件宝物的70%价值兑换。比如一件宝物原本价值1000火点的话，那你卖给火点兑换处就只能得到700火点了。这是唯一可以得到火点的方式。这样啊。我杀了那道元子，得到了道元子身上的众多宝物，有不少价值都极高，但我却用不着。不知那些宝物如果用来兑换火点的话，能够兑换多少点？剑无双，走吧。好。空间虫洞，那处机缘在战场之内，距离我清火宫所在也有无比遥远的距离。如果单纯靠脚力掠行的话，没有个数十年的时间根本没法赶到，所以咱们还是要靠空间虫洞快上一些。这是太清殿，便是那处机缘的所在之地，你跟我来就是了。战魁们，剑无双，看到那香炉旁边的4根香没有？看到。竟然是引魂香。引魂香？这什么东西啊？引魂香是一种对修炼有着极大好处的宝物，它能够让人内心宁静，且还能够大幅度提升参悟度。虽说这引魂香炼制起来并不困难，可关键是炼制的材料颇为罕见，所以价值也极高。就算在万古混沌世界里边，也没有多少人可以一直奢侈的用引魂香去修炼的。当然，这引魂香对你用处还是有些的。哦，剑无双，那桌案上有4根引魂香，且大小不一。最小的那根引魂香点燃后只能烧1个时辰，第2个引魂香可以烧1天，第3根引魂香足以烧上1个月。至于最后那根体积最大的引魂香，更是可以烧上1年。但凡是我清火宫的强者，都有资格得到1根引魂香，但能够得到哪1根，就看你自己的能耐了。看到你面前的这4尊战魁没有？你能够用哪根引魂香，就是由他们判断的。他们会出手跟你激战，
你坚持的时间越久，得到的引魂香层次也就越高。开始吧。这么弱？剑无双，如果我没猜错，这4尊战魁是根据你自身境界来出手的。你只是一个永恒境，所以他们一开始也只将你当成永恒境对待，但他们爆发的实力应当会不断提高。原来是这样啊！哼。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这4尊战魁都已经提升到了接近中等天尊层次了，竟然还没法将他击败。看来这剑无双必然是可以得到第3根引魂香了，但不知他有没有希望得到第4根。败了吗？我已经尽力了，不知道最后能得到第几根引魂香。第4根。果然是第4根。这天赋还真是令人羡慕。小子，机缘来了，抓紧时间。快慢结合，这才是真正的速度剑道。当初父亲一剑斩杀了1天尊，施展的剑术蕴含的道，跟我的速度剑道应当颇为相似才对。可惜了，这引魂香仅仅只是烧了1年的时间便烧完了。若是烧的时间再久一点，也不用太多，2、3个月就足以。到时候我的阴阳剑道应当也就成了。不过，就算没了引魂香，我既然已经找到方向了，那今后成就阴阳剑道，也只是时间长短而已。剑无双，收获如何呀？还不错。你在引魂香的引导下修炼了1年，收获肯定不小。我清火宫早有规定，这引魂香每个人都只能得到1根，你已经得到了1根，那这太清殿也没必要再待了。我们回清火宫吧。好。啊？怎么回事？难道是有人在激战？跟我来。糟糕，是银月天尊。银月天尊是我清火宫的强者。是。银月天尊一直在战场上闯荡，且保命能力颇为了得，百万年来都不曾碰到过太大的危险，可这一次他真的危险了。那还等什么呀？赶紧去救啊！没用的，这太清殿颇为独特，虽然老早就被虚空殿主给炼化了，但虚空殿主却没法将它收起来，只能让它一直待在这片战场里。而为了防止金国的强者闯入，虚空殿主早就启动了这太清殿自身的一重禁制。有这重禁制的存在，金国的强者没法闯入太清殿，可我们也没法出去。没法出去？那咱们难道就这么干看着？我已经将此事禀告给了虚空殿主，虚空殿主知道消息后，肯定会立即关闭太清殿上的这重禁制，到时我2人便可立即出手去救援。但这过程中也需要一点时间，应当在2个呼吸左右。银月，快，你往我们这边逃！2个呼吸，再撑2个呼吸的时间，虚空殿主便会。玉鼎，本座马上关闭太清殿的禁制，让你与剑无双出手，但切记你们2个也要小心点。虚空殿主，不用了。
清火宫139位天尊，又少了一位。金国。混蛋！清火宫的胆小鬼们，我家国主大人早就说了，你们的人要是老老实实待在清火宫也就罢了，可若是敢踏足这片战场，来一个我金国便杀一个。怎么，是不是很愤怒？若是有本事，大可将这重禁制关闭了，出来跟我3人大战一场啊！不好，快逃！赶紧逃！金国的杂碎！哼，算他们跑得快，要不然，真想将这3个杂碎给宰了。玉典，银月被杀的时候，你就在这大清殿内，为何不出手相救？我想救，可太清殿的禁制还在。我第一时间请求虚空殿主关闭这禁制，可虚空殿主刚刚做出回应，银月便已经身死了，我又有什么办法？按照玉鼎所说，银月应当是忽然遭到了金国的突袭，来不及求救便被重伤，随后便被灭杀了。若是他一早察觉到危机，及时求救，让虚空殿早一点关闭太清殿禁制的话，他或许就不用死了。玉鼎，你身边这位是？他叫剑无双，也是我清火宫的一员。虽说只是永恒境，但他却是达到了3星顶端的王族古神，再加上众多手段底牌，战力之强，足可以媲美一般的中等天尊。我这次就是带他来这太清殿的。哦，剑无双见过诸位天尊。剑无双，老夫似乎在哪里听说过。啊，想起来了，你是男的儿子。男的儿子，你便是男的儿子？男？那个混账小子！听说他已经将姬无梦从古妖一族当中带走了，这个混蛋！小子，老夫听说是你父子2人一起杀上了古妖一族，杀上了天绝峰，将那姬无梦给带走的。是，姬无梦是我的母亲。对，她是你的母亲，但她也是我清火宫花费了莫大代价才造就的一线希望。她身上所背负的是整个清火宫，整个清火界。可现在她被你的父亲带走了，这就代表着我清火宫当年付出的那么多努力，甚至为此牺牲的众多强者全都白费了。我的一位生死好兄弟彭天尊，当初就是因为你母亲而死的。若是你母亲能够完成她的使命，那我清火宫的付出，我那位好兄弟都能死得其所。可是现在呢，他死不瞑目。我母亲未完成的事业，我会替她去完成的。她背负的使命，背负的一切，也都由我一人承担。一人承担？就凭你承担得起吗？好了，陈天尊，还有诸位，你们心中的怨言我都知道，但这件事5位公主已经做出决定了。你们若是还有什么不满，尽管去找那5位公主去说。此外，姬无梦是剑无双的母亲，是南天尊的妻子。人都是自私的，站在南天尊跟剑无双的立场上，他们并没有做错。算了，既然5位公主有决定，那老夫还能说什么呢？希望这小子真能替我清火宫做些事情吧，不求能够完全与他的母亲媲美，只要能够发挥出他母亲1半的作用就不错。剑无双，陈天尊他们虽然有些过激，但也是事出有因，你谅解下吧。我知道，母亲
剑无双，你也别多想了，走吧，我们回清火宫。好。清火宫的一些情形我都跟你说了，该带你去的地方也去了，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有劳玉鼎天尊了。啊，对了，还有件事，你今后若是想要去这片战场当中闯荡的话，最好先跟一位公主说一声，公主也会给你一些必要的东西。每位清火宫的强者刚去战场闯荡时，公主都会赐予这些东西的。必要的东西？唐皇也是我清火宫的其中一位公主，听说你与她关系非常亲近，那想来你应当有她的传讯令符了，到时候你直接传讯给她就是了。剑无双，道元子留下的那些宝物，除了几件你用得着的宝物之外，其他的我都已经替你整理了出来。你把这些宝物全部兑换成火点，看能够兑换多少。好，13800火点。道元子可是一位来自万古世界的一位强者，而且还是血煞门的。他留下这些宝物全部加起来，竟然只能兑换13800火点，这么少。剑无双，你也别把那道元子看得太厉害了。他是来自万古混沌世界不假，但实力却稀松平常的很。也只是因为他来自血煞门，所以身上有这几件不错的，像血煞降甲、混元金珠、界外飞船，这几件宝物都不错，价值也挺高，可你都用得着啊。抛开这几件珍贵的东西，其他那些宝物就算全部加起来都算不得什么，能够兑换这些火点已经很不错了。剑无双，你身为3星王族古神，肉身之强横本就不比一般的天尊要弱，现在又练成了这金象秘术，你的肉身防御能力在天尊当中应当也算是颇为了得的。而最重要的是，你还有血煞降甲的存在。血煞降甲足以将你受到的攻击削弱90%，甚至是9×9的威能，剩下的那一丝丝威能根本伤不到你。现在的你单纯论防御能力，在天尊当中应当没几个人可以比得上。当然，若是你以后突破达到道尊，甚至凝练不朽法身成为天尊，那你的防御能力将更加变态。国王，你说这煞珠是宝贝，而且对我用途不小，可这煞珠到底该如何用？我甚至都没法将其炼化。谁告诉你这煞珠是需要认主的？你们这清火界的武者眼界都太低，拿到好东西却都不会用。你听着，这煞珠根本不需要认主，且你也没法将其认主，你依旧可以将它的能耐发挥出来。剑无双，你察觉到这煞珠内蕴含的煞气了吧？察觉到了。煞珠最重要的便是它蕴含的煞气，且这煞珠本身是没必要炼化的，真正要炼化的是这煞珠内的煞气。炼化煞气？这煞气如何炼化？所以就说你们这一届的人孤陋寡闻了，煞气当然可以炼化，只是需要一门炼化法门罢了。炼化煞气的法门？这法门你们这清火界自然不可能拥有，但在万古混沌世界内还是有的。而且我当初跟洛真王在外闯荡时，刚好就接触过一门炼化煞气的法门，我可以教你。是这样啊？那快将那法门交给我。你用我教你的法门去炼化那些煞气看看，当然你得悠着点儿。这颗煞珠内的煞气非常庞大，若是炼化的太多，你控制不了，那对你来说反而是场灾难，所以你得慢慢来。明白。果然可以。
差不多了，不能再继续炼化下去了，不然就难以控制。剑无双，这煞气你已经炼化了一些，该怎么用，不用我教，你应当知道吧？当然，正好我刚开辟出速度剑道来，之前针对速度剑道创造出的绝影仪式也得重新研究一番，令绝影仪式包含快慢2种不同的意境才行。而绝影仪式就蕴含着意识攻击，接下来我得想办法将绝影仪式最大程度的完善。钻研数年，这绝影仪式算是彻底完善。我开辟了速度剑道，速度的威能大幅度提升，又炼制了金象秘术，防御能力也暴涨。现在这绝影仪式也得到了彻底的完善，将速度剑道还有煞烛内的煞气都完美结合起来发挥出来。我的整体实力比当初在古瑶一族时要强上太多，实力已经提升到这般地步了。我就算再在清火宫内继续潜修，进步速度也不会太快了，也是时候出去闯荡一番。玉鼎天尊说过，要去战场闯荡时，先跟唐皇打个招呼。师祖，小家伙，到了清火宫，一切还适应吧？还不错。师祖，我打算去战场闯荡。去战场？这么快？你到我居住的宫殿来一趟。好。小家伙，我知道你在进入清火宫之前便有中等天尊的实力，而在清火宫的这几年，实力想来也提升了一些。可咱们周边的这片战场非同小可，不仅仅有着金国的众多强者存在，最重要的是这战场本身便存在着众多的险地，很多险地纵然是我入内，都必死无疑。你还太过年轻，潜力也还很巨大，要不你过段时间，等突破到道尊了，再去那战场闯荡，如何？师祖，我既然敢去那战场闯荡，自然也有过考虑的，师祖无需担心。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勉强。我刚刚帮你询问过了，近段时间内，我清火宫打算去战场外闯荡的天尊只有一位，是魔影天尊。不过他现在在修炼一门秘术，只需要50年左右便会出关。你便再多等上50年，等魔影天尊出关，跟你一同去战场闯荡吧。他也是中等天尊战力，跟你联手，彼此也能照应一二。不了，我打算独自一人去闯荡。独自一人？你真有把握？有。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我也不好拦着你。这里有3样东西，是我清火宫每位去战场闯荡的强者都必备的，你好好看看。这份地图是我清火宫众多强者数千万年来对这片巨型战场的不断探寻，从而绘制出来的。当然，尽管付出了莫大努力，可这份地图绘制出来的地方，依旧只是整片战场的一星半点儿，更多的都是一些充满未知的地方。你既然要去战场闯荡，那这份地图对于你来说，应当也会有些帮助。这枚令符是让你在危机关头用来向附近之人求救的。求救？附近之人？小家伙，你也知道这片战场有多大。我清火宫那些天尊在战场当中闯荡，若是碰到了危机，比如遭遇金国强者的追杀，那么他就算向清火宫求救，我清火宫也根本没法及时派出强者去救他。但有了这枚令符就不同了，这枚令符是向附近的战友求救，一旦出求救信息，那么只要是我清火宫在其附近的强者便会立即感应到，同时
还能够通过玉符感应到他的位置存在，从而立即赶过去救援。但如果这人的附近没有我清火宫的强者，那也就没有办法了。我明白了。古神之力。古神之力？什么东西？这是由古神神力所化的，蕴含无比精纯的力量，用途也无比广泛。纵然是对古神而言，也得达到一定层次后，才有资格凝练出这古神之力的。哦，第三样东西是古神之力。这古神之力蕴含无比精纯的力量，若是武者吸收，短时间内足以令自己的实力暴增。像我清火宫的那些天尊，若是吸收了一滴古神之力，他的实力短时间内绝对可以提升1倍。哼，提升1倍，那只是针对他们这些普通武者来说，但你却不同。哦，这古神之力本就是古神一族的产物，只有真正的古神才能够将这古神之力的威能彻底发挥出来。清火宫的这些天尊不曾具备丝毫的古神血脉，自然只能提升1倍实力，但你小子却是货真价实的王族古神，这古神之力到了你手中，可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你的实力绝对可以提升2倍，甚至是3倍之多。这么了得？当然，这古神之力在万古混沌世界当中可是非常受欢迎的。虽然对实力达到一定层次的强者而言没有什么用，但对天尊，或者是对唐皇、虚空殿主这一层次的人，还是有着莫大作用的。此外，这古神之力，寻常的古神是没法形成的，一般情况下，也只有6星以上的古神，且最起码还得是金甲古神，方才能够凝练出古神之力来。所以古神之力在万古混沌世界也并不多见。之前我在那火点兑换处内就曾看到了古神之力的存在，但因为兑换的火点太多，我也就没跟你说。可我没想到你们这清火宫竟然会这般奢侈，给每位出去战场的强者都赐予1滴古神之力。敢如此奢侈地使用古神之力，你们这清火宫拥有的古神之力肯定不少。剑无双，你问问他，这些古神之力他们到底是如何得来的？古神之力在我们所处的这片巨型战场上应当有不少。我清火宫强者在外闯荡时，偶尔便会得到一些古神之力，数量有多有少，少的时候能够得到几滴，可若是运气好，一次性得到几10滴甚至上百滴都是有的。漫长岁月算下来，我清火宫在这片战场上得到的古神之力有不少，不过得到的多，使用的也多，所以我清火宫也不敢太过于浪费，只给那些刚进入战场的强者赐予1滴，今后便不会再赐予。像你今后若是再想得到古神之力，就得去火点兑换处兑换，5000火点1滴。是这样啊。这片战场上竟然会有如此多的古神之力，难道当初在这片战场上激战的众多强者当中，也有古神一族的顶尖强者？好了，东西我都已经给你，看你何时去战场吧。这片战场的凶险非同小可，你切记千万要小心，别一不小心把命给丢了。知道了，多谢师祖。我虽然对自己的实力还有自保能力有着极大的信心，但凡事不怕1万就怕万一啊！我杀戮本尊留在清火宫内，这样起码可以保证我的性命不丢。我刚出清火宫，周边这片战场早就被清火宫的强者搜寻过不知道多少次了，根本没有什么好逗留的。就连这片已经被查探出的疆域，毕竟已经被查探出来了，很多机缘都已经被人得到了，就算还有剩下的，估计也藏得好好的，很难找到。
去卫探之区。距离我现在所在的区域最近的卫探之区，依旧还无比遥远。以我的速度，就算全力赶路，应该也需要10数年才能够赶到吧。赶路吧。10多年了，连个人影都没看到过，还真是够无聊的。剑无双，你马上便要进入卫探之区域了，小心一点。我知道。剑无双，你不是修炼过古神一族的天童秘术吗？这天童秘术，你现在便用得着。天童秘术？天童秘术的用途可不仅仅只是看穿虚无幻术，它还可以让你看东西看得更清楚。你现在所在的这片战场乃是一片巨大宝藏，到处都是宝。你看那些废墟，看上去普普通通，可说不定那废墟之上的一颗普通的石头，一根普通的柱子，都是宝物。你用肉眼看不出，但有天童秘术，看出这些宝物的几率就要大多了。原来是这样啊！怎么了？巅峰层次的地神兵，在火点兑换处需要10火点兑换。也就是说，我要将那些长矛卖给火点兑换处的话，一根长矛便可以卖7火点。这里有100多根长矛，全部加起来，我可以卖到近1000火点。那是我在这里闯荡了这么久了，总算是看到人了。金色战甲，金国的人都穿着金色战甲，这金色战甲应当是一种可以用来防御的制式神兵。剑无双，小心点儿，你眼前这人是一位高等天尊。高等天尊，霸天老祖那一层次。好不容易在这战场当中碰到一个人，而且还是金国的强者。这是我第一次跟金国的强者碰面，也将会是第一次交手。这一战，我绝不退缩。看到我杀来，竟然还傻乎乎站在那里，逃也不逃，真是不知死活！爆！天崩！我来到清火宫之后，经过太清殿1年时间的潜修，开辟了速度剑道，实力的确暴涨不少。但速度剑道最擅长的是速度，却并不擅长攻击威能。硬碰硬，现在的我顶多媲美一般的高等天尊，而眼前这位金国强者，单论实力，在高等天尊当中都属于顶尖的。看你的气息，仅仅只是永恒境层次，但战力竟然如此了得。你是谁？为何我之前在清火宫的强者里边没有听说过你？我名叫剑无双。这度不跟你玩了。4条手臂，这是什么秘术啊？死！什么？走了吗？我的绝影仪式，经过我的完善，快慢2种意境结合，最重要的是蕴含的意识煞气攻击更是强横，可的竟然轻易将那意识攻击给抵挡下来了，几乎没受什么影响。同样是高等天尊，可这个人的实力比霸天老祖还要强上不少，特别是意识无比强横。这些金国的强者来自万古混沌世界，多少都在万古混沌世界闯荡过，论质量自然差不到哪里去。你们这清火宫也是因为身处这片巨型战场，得到过不少机缘宝物的关系，才能够跟金国抗衡，要不然……杀！杀！好恐怖的煞气冲击啊！
比我利用煞烛施展出的煞气冲击都要强上不少。怪不得刚刚那位金国强者能够轻易抵挡住我的意识攻击了。原来这段时间他一直待在这石柱前修炼。剑无双，这石柱蕴含的煞气冲击也算是不错的。你要不要也学刚刚那位金国强者一样，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磨练磨练？留在这儿磨练意识？不了，这石柱的煞气冲击虽然强横，但是我的意识本就强横，这煞气冲击对我的磨练效果也不会有太多的，不值得我花费太长时间在这里。而且刚刚那名金国强者才刚刚离去，难保的过段时间不会回来，而且还有可能带着别的金国强者一同回来，所以我还是离开的好啊。好不容易遇到自己人，而且还是在这片未知的区域内，过去打个招呼吧。我感觉到那东西应当就在这座山岳底下。既然如此，那还等什么？直接进去便是。别急，有人来了，还好是自己人。原来是梦龙天尊跟翼天尊。永恒镜。哈哈，如果老夫猜的没错的话，你应当便是那位刚加入清火宫的剑无双吧？是我。老夫这些年虽然一直在战场上闯荡，已经很久不曾回到清火宫了，但不久前跟清火宫的一位好友传讯交流时，听他提到过你。听说你是那位男的儿子。你父亲当初在清火宫时行事便有着几分狂妄，而你竟然比他更狂妄。区区一个永恒境，纵然因为一些特殊关系具备中等天尊的战力，但在这片战场之上能够置你于死地的危机数不胜数。你竟然独自一人闯荡，且还闯入未探之区域，闯到这么深的地方来了。两位，我既然敢独自一人闯到这未知区域来，自然是有些依仗。依仗？什么依仗啊？年轻人，狂妄自大，你根本不知道这片战场有多么的凶险。等你以后遇到了，你后悔都来不及。好了，既然他自己要找死，我们说什么也没用。剑无双，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就走吧。另外我提醒你一句，趁你现在还没有碰到太多的凶险，赶紧回清火宫去，等你突破达到道尊了再来闯吧。既然如此，那我便告辞了。快逃！小子，热脸却贴冷屁股，这感觉不好受吧？我原本只想过去打个招呼而已，却没想到他们如此不待见我。因为你母亲的关系，这清火宫这么多强者，恐怕没几个人不排斥你的。你想要获得他们的尊重，就得靠自己的实力去征服他们，让他们相信你的潜力。而你现在还没达到那一步呢。我知道。哎，怎么回事？如此快的速度，这里可是未探知的区域，就算是我也得小心翼翼的，不敢略行太快。而他们两个这速度不像是在赶路啊，难道是在逃命？那是兽魁。兽魁？这兽魁是万古混沌世界的强者，以莫大手段直接将异兽生生炼化成傀儡而形成的。虽然已经是傀儡，但依旧保留着自身的意识。而你面前的这尊兽魁，少说也具备高等天尊，甚至是天尊大圆满的战力。是这样啊，怪不得翼天尊跟梦龙天尊要逃命。那兽魁的速度很快，
倚天尊跟梦龙天尊马上就要被追上了。糟糕，糟糕！剑无双，这小子，他看到我们在追杀，不仅不逃，还傻乎乎的冲过来，这是要送死吗？小子，赶紧逃，赶紧逃啊！这小子他在做什么？这是送死！他疯了！封天！倚天尊、梦龙天尊，你们两位先走。这个大家伙交给我便行。剑无双，你小心点儿！给我停下！好强的威势！这尊战魁，战力应当勉强达到天尊大圆满，竟然没能劈开。这寿魁的实力勉强达到天尊大圆满的层次，虽然比我要强一些，但要伤害我却还差得很远。他的攻击速度还有防御都是非常强横的，我可不是他的对手，还是先走为妙。两位没什么事吧？啊，只是受了些伤，只需闭关一段时间便可恢复了。剑无双，我之前只是小事儿，两位无需在意。惭愧，老夫当真惭愧呀。剑无双，是我二人太自以为是了，我们给你赔不是。另外，也多谢你刚刚相救。剑无双，老夫刚刚所说的话真是太倚老卖老了。剑无双，对不住。两位，你们没必要这样的。刚刚的紫色异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所开辟的道有2条都是跟雷霆有关的，而刚刚老夫路过那片紫色山峰时，心底忽然升起了一丝感应，似乎是那座紫色巨峰下有着什么东西一般，所以我跟梦龙天尊便一同潜入这座紫色山峰下去探查。果然，在那紫色山峰底下，我看到了一柄巨斧。那柄巨斧气息非常强横，且遍布着雷霆之力，绝对是一件非常了得的宝物。可当我打算将那巨斧收走时，那紫色异兽便出现了，一巴掌便将我拍成了重伤。我跟梦龙天尊也顾不得再收取那巨斧，而是立即逃命。可那紫色异兽依旧穷追不舍，而接下来的情形就是你看到的那样了。是这样啊，气息如此强横的神兵，必然不可能是地神兵，最起码也是混沌神兵，甚至是混沌奇宝。倚天尊，我听说你便是以巨斧为兵刃的。对，老夫便是以巨斧为兵刃的。那紫色山峰底下的那柄巨斧非常适合我用。既然这样，那咱们便想办法去把那巨斧给弄到手。剑无双，你有办法从那紫色异兽手中得到巨斧？办法倒是有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紫色异兽对巨斧并不感兴趣，它的存在也并非是守护巨斧，不然他之前也不会追你们追那么远。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多了，我直接出手将那紫色异兽引开，而你们两位便趁机去把那巨斧收走便是了。这方法的确简单，可关键是那紫色异兽实力无比强横。剑无双，你将它引开，自己可以保证全身而退吗？可以，刚刚我不就全身而退了吗？既然如此，剑无双，那就拜托你了。事成之后，咱们再谈谈巨斧的分配。好，没问题。就是那柄巨斧，这气息应当是混沌奇宝，不过气息不完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柄巨斧应当是破损的。破损混沌奇宝？
这是怎么了？剑无双，你运气不错。什么意思？这柄巨斧的确是一柄破损的混沌奇宝，这一点毋庸置疑。你擅长剑道，这柄巨斧给你也没多大用处。不过这巨斧之内却藏着一道混沌神雷，那混沌神雷对你就有用了。混沌神雷？混沌神雷威能无比强大，就算在万古混沌世界当中也并不多见。而据我猜测，这柄巨斧主人生前实力应当极强，而且擅长的也是雷霆之道，所以他才在自己的兵刃当中藏着一道混沌神雷，想来是在跟人交战中出其不意施展的。剑无双，你之前不是在星辰道修炼了一门太阴神雷秘术吗？是。国王，你是说这混沌神雷可以让我的太阴神雷秘术得到提升吗？当然，混沌神雷等级极高，尽管只是一道，不出意外，应当也可以让你的太阴神雷秘术达到第3层次。到时候你的实力必然可以提升不少。第3层次，看样子这混沌神雷我得想办法弄到手了。直接动手吧。该死的人类！已经到手了。倚天尊，快把那巨斧拿出来看看。哈哈哈，好。这威能好强啊，比寻常的混沌神兵都要强上很多，应当已经达到混沌神宝的层次了吧？的确是混沌奇宝，不过可惜已经破损了，威能大不如前呐。就算大不如前，那也比你自己使用的神兵要强太多了。哈哈，这倒是。剑无双、猛龙天尊，这次全老2位出手相助，我才能够得到这巨斧。特别是剑无双你，这巨斧价值非凡，若是放到火点兑换处，应当可以兑换近2万火点。我漫长岁月的积累，到现在积累了15000火点，便都赠予2位，看2位如何分配了。这次之所以能够得到巨斧，全凭倚天尊你的感应能力，然后便是剑无双出手将那紫色异兽给引开，我却是一点力都没出。这火点我可不能要。这柄巨斧本来就是倚天尊你发现的，自然归你的。至于引开的紫色异兽，只是举手之劳罢了，这火点就没必要。如果倚天尊你真想感谢我的话，那我倒有个不情之请。不情之请？小友尽管说便是。我刚刚看到那柄巨斧的时候，发现巨斧之内隐藏了一道非常强横的混沌神雷，不知道倚天尊你能否把这混沌神雷给我呀？混沌神雷？这柄巨斧当中的确有着一道混沌神雷，应当是他之前主人留下的，但这混沌神雷对我并没有太大用处，小友想要直接拿去便是了。那就多谢了。我得到了混沌神雷，就必须找一个地方闭关一段时间才行。2位就无需等我了，自行闯荡。既然如此，那我们2个便告辞了。唉，开始吧。成了。之前仅仅第2层次的太阴神雷，对我的实力影响很小。可现在这第3层次的金色雷霆，一旦涌入我的剑术当中，足以令我的剑术威能暴涨，甚至达到一个全新的层次。我跟那些高等天尊比起来，速度上不占据优势，但论威能、论力量爆发，我需要差上一些。
可现在有了这金色的太阴神雷，我的剑术威能暴涨，这威能上的优势也能够得到补充。现在的我比之前绝对要强上不少，只能等以后再找机会了。这里是之远，如此巨大的坑洞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难道也是强者交战而留下的？很有可能。万古混沌世界强者无数，强如星辰一脉开创者、八姓王族古神洛真王那等级的存在，举手投足间都可以轻易毁灭一方万古界。而眼前这巨大坑洞，很有可能便是某位强者一拳轰击出来的。一拳轰击出来的？剑无双，你快看那儿，看你左侧的方向。这是古神之力。古神之力，4滴古神之力。剑无双，你的运气倒是不错嘛。怎么会有4滴古神之力漂浮在这坑洞上方？怎么了？剑无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里比较好。我也觉得不对劲儿。不好！逃！剑无双，快逃！还好，虽然受了重伤，但命总算是保住了。这股劲风，应当是越靠近的坑洞中央就越为强横，而我刚刚仅仅只是靠近的坑洞边缘，距离那中央还非常遥远。尽管如此，这边缘的劲风冲击起来，我有薛煞降甲防御，又有金象逆术护体，却依旧重创，且仅仅只是一瞬间。剑无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股劲风应当是在万古世界当中都无比罕见的血寒阴风，不仅蕴含着恐怖的绞杀力量，其阴风中所携带的寒意更是惊人。你体内的伤势大部分都是那寒意所带来的。血寒阴风，血寒阴风一般是很难形成的，可你面前的这座坑洞竟然喷出了如此大范围的血寒阴风。如果我没猜错，这坑洞底部必然藏着宝物，而且还是那种极寒极阴的宝物，价值非同一般。藏着菩萨又如何？就算里面藏着一件混沌神宝，那我也只能干看着。这倒是。又来了，10个呼吸。这血寒阴风每隔半个时辰便会爆发一次，每次爆发都只会维持10数个呼吸的时间。此外，血寒阴风爆发的时候，有一定的几率会夹带着古神之力。当血寒阴风消散后，这些古神之力便流了下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这里。这片巨型战场凶险万分，像阴风谷这样的地方不知道有多少，能找出一个来，今后我清火宫的强者在战场闯荡活下来的几率也会多出一分的。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竟然会让虚空殿主发出这样的命令？虚空殿主发来的位置，那片区域距离我倒是不远，以我的速度，用不了1个月就能够赶到。赶紧出发！虚空殿主亲自下达命令，而且这般急迫，那片区域肯定是出大事了。难道是有新的秘境出现，或者是有大机缘？肯定是生了大事，可惜那片区域距离我所在的地方太过遥远了，就算我无视一切阻碍，全力赶路，起码也得数百年时间。这么长的时间，等我去那儿，黄花菜都凉了。太远了，没办法，赶不上。肯定是有大机缘出现的，否则不至于让我清火宫如此的兴师动众。
只是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机缘，真期待呀！走走，赶紧动身，去晚了机缘说不定就被别人夺走了。来啦！易天尊，梦龙天尊，咱们又见面了。剑无双小友，别来无恙啊！两位想来也是要去那片区域的吧？你们可知道其中原因呢？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为的什么，可老夫在清火宫待了那么久，像如此急迫的命令接到的次数也不多，那片区域肯定发生了大事。既然如此，那事不宜迟，咱们赶紧出发吧。这地方我没来过，咱们小心点。看样子似乎是在逃命。有可能是在逃命，但是也有可能是在追杀别人，比如追杀金国强者。走，咱们赶紧过去看看。是金曲天尊，他一个人。金国，是金国强者。我们上。清火宫的强者。易天尊、梦龙天尊，也就2位中等天尊罢了，还有一人竟然是一个永恒境的蝼蚁。不许管他们，继续杀！这金曲天尊刚刚可是得到了足足3枚神魂丹。看到我们到来竟然不退，还在追杀，当真找死！也就1位高等天尊跟1位中等天尊罢了，竟敢这般嚣张！那名高等天尊交给我，剩下那位中等天尊便交给你们2位了。好，没问题。天崩！哪儿来的不知死活的蠢货？给我滚开！惊雷掌！我堂堂高等天尊，可单论攻击威能，竟然比不上这个小子。糟糕！金曲天尊，我们3人都是接到了虚空殿主发布的命令，刚赶到这片区域，可这片区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却一概不知啊！你给我们说说吧。这片区域的确发生了大事，确切的说是出现了一场大机缘。大机缘？事情是这样的，就在不久前，我清火宫的一位强者路过这片区域，竟发现了一枚神魂丹。神魂丹？神魂丹，对于你们这清火界而言，可是好东西。哦，神魂丹是一种无比特殊的丹药，它的作用只有一个，便是帮助道尊将开辟出来的道融合一体，凝聚不朽法身。将道融合一体，凝聚不朽法身，这岂不是突破天尊了？对，神魂丹就是一种能让道尊突破到天尊的丹药，而正常情况下，1枚神魂丹就可以诞生1位天尊。这神魂丹功效的确不凡，但对已经达到天尊层次的我们来说，却并没有多大用处。神魂丹对我们的确没用处，如果仅仅只是1枚的话，还不至于让我清火宫这么重视。可关键是这片区域存在着大量的神魂丹。大量？这片区域的确存在着不少神魂丹，至于到底有多少，没人知道。但据我猜测，上百枚肯定是有的。我清火宫那位天尊一开始出现在这片区域，发现有神魂丹存在时，没有对外声张，只是报告给虚空殿主一人。虚空殿主立刻派遣附近几位天尊一同前来搜寻。没想到我清火宫几位天尊刚到这区域，还没来得及去搜寻，金国强者也到这里。于是2大阵营开始竭尽全力搜寻，争夺起这些神魂丹。虚空殿主也是看到金国强者已得知消息，这才向你们下令，让你们赶紧过来。是这样。金曲天尊，你到这片区域几天了？可曾得到过神魂丹？我是10天前来到的这片区域，且是跟3界天尊一同前来。不过我们2个老早就分开了，
这样找到神魂丹的几率更高。而在这10天，我刚刚找到3枚。哦，一口气找到了3枚。1万火点1枚啊！进去天尊，恭喜了，你刚刚这一下子可就得到了3万火点了。我也是九死一生才得到的，若非是刚好碰到你们3位，恐怕我为了那3枚神魂丹就得付出性命的代价了。神魂丹价值不凡，对我清火宫也有着不少的作用。3位，我们也尽可能的想办法去多找到一些。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4个人就分开来。剑无双小友，你实力最强，就单独一人去搜寻便是。而我们3个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联手一同去搜寻的好。可以。既然如此，那我便先走了。神魂丹竟然还有这样的功效！哼，区区神魂丹就令你如此震惊了？我说了，你的眼界太小太小了。这神魂丹放到万古混沌世界，根本算不得什么。就算比它更高层次的丹药，万古混沌世界内也比比皆是。话虽如此，可我现在毕竟还在清火界内，这神魂丹对我清火宫的确有大用。对了，这神魂丹既然可以帮人将众多道融合，凝聚不朽法身的，那岂不是说等我今后要突破天尊时，也可以借用这神魂丹？你就别想了。为什么呀？神魂丹是可以帮助人突破达到天尊，可突破的几率却也是根据对方开辟出来的道而决定的。如果你所开辟的3条道都只是普通级别，那凭借神魂丹，那绝对是100%突破天尊。可如果你开辟的3条道有1、2条是天地级别的道，那通过神魂丹让你突破达到天尊的几率，顶多只有小小几成左右。如果你开辟的道当中还包含造化级别的道，那突破的几率还不足5成，甚至更少。而你今后若是要突破天尊，凝聚不朽法身的话，那最起码也得开辟了1条最强仙道。